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专业期刊《自然》创刊150余年来，始终是全球科学研究的重要发布平台之一。其极高的审稿标准和极低的利用率，使其成为科研人员眼中巅峰殿堂般的存在，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和影响力至今难以撼动。该期刊会定期发布自然指数，它是衡量自然科学领域高质量科研产出的重要指标，由施普林格自然出版机构定期发布。该数据库主要跟踪高质量研究型学术期刊的论文，目前包含145种精选期刊，涵盖物理、化学、地球与环境科学以及生命科学。朋友们，基于这样的背景，本期节目咱们来说说刚刚公布的2026全球自然指数。说真的，作为局外人，看到刚刚公布的2026自然指数排名，确实令人震惊。我也是其中一位一直以来以为美国在科研方面还遥遥领先的人，但从这实打实的数据来看，中国在科研产出方面的领先态势确实非常显著，甚至可以说断崖式领先第2名的美国。2026自然指数核心数据如下：机构排名前10，从 Nature 自然官网可以查到，科研机构前10名中，中国几乎霸榜，独占9席，显示出极高的科研产出占比。中科院连续10年位列自然指数全球首位。顶尖高校名次，哈佛大学位居全球高校第1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位居全球高校第2，排在后面的包括国防科大等中国高校排名前列。等下我们再展开。可以发现，这次中国高校的排名确实遥遥领先。那么现在给我们的问题是，还有必要一窝蜂出国留学吗？当然，这并不是今天的话题。科研领域优势，中国在物理科学、化学、地球与环境科学等领域持续增长。数据统计期2026发布的榜单主要基于2024年12月1日至2025年11月30日的最新自然科学高质量论文产出。中国极高的科研产出占比，当然与中国持续数十年的科研投入以及中国的体制有根本的关系，当然还有其他多个因素叠加。自然官网上最近看到了一篇相关文章，咱们来看看。中国会在2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公共科研经费资助国。科学政策研究人员的这一预测，引发了关于未来10年全球科研重心将向何处转移的思考。根据美国学者的预测，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公共研究经费资助国，因为美国政府对科研的投资增长停滞，而中国当局的支出则持续增长。这项分析由前沿科学与创新政策 FSIP 项目的研究人员为自然指数独家完成。FSIP 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个项目，研究美国研发体系，并考察公共与私人资助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科技发展。根据经合组织最新发布的按购买力评价调整的数据，在截至2023年10年间，中国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支出增长了90%，达到1330亿美元。相比之下，美国的支出仅增长了12%，达到1550亿美元。根据 FSIP 预测，中国的公共研究经费很可能在未来2到3年内超过美国。我认为最早的可能时间是2028年，前后浮动1年。FSIP 联合负责人、研究政策与科学慈善领域的专家罗伯特·康恩表示，也可能是明年，也可能是2029年。自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，美国一直是全球研发投资的领导者，因此中国在公共研究支出方面领先将成为一个分水岭时刻。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研究经济政策的梅根·奥斯特塔格表示，这将为科学领域出现一个新的霸主奠定基础。在过去几年里，中国在多项研究绩效指标上已经超越了美国。例如，在自然指数追踪的145种自然科学和健康科学期刊中，到2026年底，
中国的贡献有望达到美国的2倍。好的，朋友们，现在我们来看看2026自然指数的机构排名。先看前10，第1名中国科学院，论文数11159篇，顶级质量论文。我们看美国第2名，美国哈佛大学，论文数是3885篇，与第1名相差数量级。中国科学院以3167.2的 share 稳居第1，是第2名哈佛大学1152.09的2.75倍。我猜 share 这个词呢，可以翻译为贡献力吧。得特别强调，自然指数的含金量不止于数量，更是贡献力的较量，这点特别关键。好，咱们看第3至第10名都为中国机构，他们分别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，第4名是浙江大学，第5名是北京大学，第6是清华大学，第7是中国科学院大学，第8是南京大学，第9上海交通大学，第10上海复旦大学。好的，我们往下看第11至第20名。第11名是德国马普学会，然后第12名是四川大学，13名是中山大学，第14名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，第15名是美国的斯坦福大学，第16名是德国赫姆霍兹科研联合会，第17名是吉林大学，第18名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，第19名是中国华中科技大学，第20名是中国南开大学。前面的第1名到第10名，中国占了9席，那么第11名到第20名，中国又占了6席。也就是说，全球前20名中，中国独占15席啊，朋友们，了不起。那我们再看第21至第50名，中国机构也大量涌现，比如说山东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南方科技大学、西安交通大学，然后第26名才出现老牌的英国牛津大学，第28名是中国的中南大学，第29名是厦门大学，然后是苏州大学，第31名是英国老牌的剑桥大学，然后呢是天津大学，第33名是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，然后34呢是密芝根大学，然后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，36名是华南理工大学，37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，然后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、耶鲁大学、多伦多大学，第41名是中国的同济大学，然后第48名是哈尔滨工业大学，第49名是郑州大学。所以我们总结一下，前50名中中国机构占了多少？大家猜猜看。前50名中国占了27席，而美国呢只占15席，其余来自德国、法国、日本、瑞士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。朋友们，这出乎你们的意料吗？反正啊，我得老实说，非常出乎我的意料，太出乎我的意料了。朋友们，这里还有一个2025研究领导者榜单，可惜呢，2026年的排名还没有出来。基于机构在2024年于145种自然科学与健康科学期刊上的贡献份额 share 进行排名，并展示与2023年的对比变化。我们看前30名的数据，第1名遥遥领先中国科学院，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比上年增长了 6.2%。第2名是美国的哈佛大学，但是呢比上年减少了 17.5%。然后第3名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，增长了 12.5%， 然后是浙江大学增长了 18%， 然后呢是北京大学增长了 12.5%， 第6名呢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增长了 5.7%， 第7名是清华大学增长了 8.5%， 第8名是南京大学增长了 5.2%， 第9名是德国马普学会减少了 0.4%， 然后第10名是中国交通大学，增长了 19.9%， 第11名是中山大学，增长了 14.1%， 第12名是复旦大学，增长了 21.6%， 非常的多。
第13名是法国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，减少了 9.8%。第14名是德国的赫姆霍兹联合会，减少了 5.8%。然后呢，第15名是四川大学，增长了 10.6%。第16名是美国的斯坦福大学，减少了 4.3%。第17名是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，减少了 12.3%。第18名是英国牛津大学，减少了 3.8%。第19名是吉林大学，增长了了不起的 38.3%。第20名是南开大学，增加了 8.4%。第21名是华中科技大学，增长了 5.9%。然后是山东大学，增长了 14.3%。接下来是东京大学，减少了 6.5%。然后是美国的密芝根大学，减少了 11.6%。然后是英国剑桥大学，减少了 6.2%。然后是中国的南方科技大学，增加了 19.4%。接下来是武汉大学，增加了 1.1%。然后是瑞士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，减少了 5.1%。第30名是苏州大学，增加了 12.7%。刚才大家肯定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与上年比，中国的研究机构的份额都有所提高，有的甚至大幅提高。比如前面提到的吉林大学增加了 38.3%， 复旦大学增加了 21.6%， 而其他国家上榜的科研单位，他们都是负增长，有的降幅还挺大，比如哈佛大学下降了 17.5%。 我们总结一下，全球研究领导者榜单的前30名中，中国占19席，美国仅6席，接下来是德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日本。而中国科学院以 2776.90 的份额稳居世界第一，是第2名哈佛大学的约 2.4 倍。如果我们扩大到前50名，中国占了27席，美国只占17席，德国仅2席，英国也仅1席，中国领先优势巨大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第一梯队中的中美两国遥遥领先其他国家，而其中中国又遥遥领先美国。可惜啊，哈尔滨工大排在第51名，但是与第50名非常接近。那么朋友们，现在我们看看国家和地区排名啊，高居榜首，第1名的当然是中国，遥遥领先其他国家。第2名呢是美国，从它的贡献份额来看啊，中国几乎是美国的2倍了现在，所以非常了不起。第3名是德国，但是与第2名以及与第1名它的差距巨大呀。你看，只有中国的1/8，只有美国的1/4强。第4名是英国，第5名是日本，但是比如说日本吧，不到中国1/10。然后是法国、南朝鲜、印度排第8，但是我们看印度只有2009，而中国是39511，领先印度特别多啊，几乎是印度的20倍。然后是加拿大、瑞士啊、澳大利亚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荷兰、瑞典、新加坡、丹麦、以色列，台湾省排第19名。然后呢，第20名呢是比利时，21是奥地利，22是巴西。让我感到非常震惊的是啊，俄罗斯仅仅排名第23，真的这么弱，让我非常的震惊。而且只有中国的几乎1%啊，所以啊，它的科研实力啊真的不怎么样啊。好的，其他的我觉得就不用看了啊，因为这些可以忽略不计了。朋友们，从上面3个排名我们可以看到啊，中国遥遥领先，这不是偶然的单点突破，而是中国科研体系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然结果。我记得以前在德国媒体看到报道中国某些成就时，比如啊 C919， 德国人喜欢说它的外观是抄袭欧洲的空客的，或者中国小米电动车是抄袭德国保时捷的，此类例子不胜枚举。科研领域，西方曾用论文数量论直译中国科研质量，却选择性忽略自然指数独特的 share 统计逻辑，曾认为中国只是追赶者，
却没有看到中国已构建起从实验室到产业链的完整闭环。这场霸榜的背后，是中国科研从追跑到跟跑再到领跑的体系化胜利，更是中国国家创新生态成熟的标志性证明。朋友们，从今往后，中国人完全有底气地说，中国人是勤劳智慧的民族。中华文明延续5000年就是最好的例证。好了，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，请自己查看自然官网 nature.com。那今天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，我们下期见。